成七修者罕有敌手，就算离开天元派，另建新邪庄，也能凭一己之力让新邪庄位列12仙门。只可惜啊，人才凋零，后继无人。空手宝地多年，就只剩下2个徒弟，还不懂礼数，见了长辈也不知行礼问安，没规矩。晚辈见过青山派师叔，老夫都替新雄发愁啊！不知他100年之后，这新邪庄还能不能守得住？我新邪庄人潮冷清，是不比青山派热闹，但家师身康体健，又有不朽丹为续，还不至于担心100年后事，就不劳前辈操心了。日后若有闲暇，还随时欢迎青山派前来指教。哎，我听说这青山派偏居一隅，是靠租借其他宗门的地方，也是众多宗门中唯一一个不考灵根的，交钱就能进。那你怎么没去？没钱。天元派白宗英，见过诸位前辈。道友，赵骂。怎么了？你喜欢的人？不是，那他是？是天元派的师兄，见过几次，但他不认识我。你就是喜欢他。朱大夫。好，白道友，令师这次没来吗？家师闭关，命我先行一步。等苏神医定下了开炉的时期，我派长老苍风子会带家师前来。哦，好。告诉你啊，他做皇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去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当时都在忙着唱曲儿，哪有功夫了解他呀？哎，宫里就那么屁大点儿的地方，能藏住什么秘密？再说了，那个时候我都做到8品乐师了。嚯，这么大的官儿啊！我说你别阴阳怪气的行不行？好好说话会不会？哎呀，我8岁那年，爹娘把我卖进宫里，哼，要不是仗着我有副好嗓子，否则险些被净身去卖做太监了。哎呀，后来跟着师傅出去学医术，又建了这座冲灵谷。说实话，我这一生也算是见多识广了吧。可是我就没见过像他这么不要脸的人。四会仙人听过没？他的雅称？呸！哼，那是他自封的，吹什么比力雄奇啊，飘逸若仙，怎么着？是怎么丑怎么来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就他那2笔烂字，我用脚写的都比他好看。去！哎，对，还吹什么会画画，什么有惊风扰雨、正鬼摄神之能，桂花符啊！对，嘿，贴在门前镇宅，挂在床头辟邪。呸！瞧着就恶心，人鬼共气。你不用总跟他比，
我不是非得跟他比，嘿嘿，我就是不明白了，不，你当初看上他哪儿了？为何非得让他做弟子？不是，我当初求了你半天，你根本就不搭理我，还说就收他一个弟子，弄到最后，我还成了一个挂名弟子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干嘛又提他？我是不在意啊，我就是替你感到不值。好了，你也很好，不是吗？崇灵谷这么多年，如日中天，就连12仙门也要敬你3分呢。别跟我提他们，我最看不上就是那帮孙子。人族从茹毛饮血，要建立起自己的城池，发展出自己的文明，不过花了几千年的时间。我们学会了造纸，能够书写记录；我们造出了司南，能够乘风航海；我们懂经营善思索，我们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。可是你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个发展停滞了吗？就是有了修行。修行者之谓无穷极，翻手为云，覆手雨。就是因为他们的出现，彻底摧毁了人族的文明进程。你可能很难想象，我们这个种族发展到如此程度，才用了几千年，可现在上万年过去了，老百姓们的生活依旧是这样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刀耕火种，看天吃饭。不论洪涝干旱，只要任何一场灾难，老百姓们都逃不过去。如今这个世道都在崇尚个人修行，每个人都觉得进仙门修行是最好的出路，不断的去钻研、炼丹、突破、飞升、长生。在这样的大势下，人们只专注于个人的修行，而没人去在意凡俗百姓的福祉。这样，人族的路就越走越窄。那你还早不修丹？越走越窄。